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小学的侯老师，很高兴和同学们一起在拼音王国里学知识、长本领。大家看，拼音宝宝来和我们打招呼了，你还记得他们吗？请你准确地叫出他们的名字吧。安、恩、音、温、晕。这位同学读得很准确，这些是我们刚刚学过的前鼻韵母，请同学们都来读一读。安、恩、音、温、晕。你能正确地拼读这些音节吗？试一试。波岸、半、科恩、肯、七云、群、日问、润、基印、进。前音轻短，后音重，两音相拼，猛一碰，这些两拼音节拼读准确。再来拼一拼三拼音节吧。的一俺点，摸一俺面，吃无俺船，其余俺选。声母轻，介母快，韵母响，看来三拼音节也难不倒大家。今天呀，我们要认识拼音家族的最后几位成员了，他们藏在了这幅图中。请同学们仔细观察画面，你看到了什么？用完整的话说一说，这样新的拼音朋友就会跑出来和我们打招呼了。我看到窗台前，妈妈坐在床上，抱着婴儿，哄婴儿入睡。同学观察得很细致，说的也很完整。看，拼音朋友出来和我们打招呼了。窗台，床上，婴儿，婴。原来拼音宝宝藏在这些地方呀。下一位同学又观察到了什么呢？我看见床边亮着一盏台灯，墙上挂着猫头鹰形状的挂钟。台灯，挂钟，猫头鹰，原来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到处都藏着拼音宝宝呢。请同学们仔细观察，这些拼音朋友有什么特点？我发现这四个韵母中都带有呢和歌，这让我想起了刚刚学过的安、恩、音，在它们后面分别加上歌，就是今天要学习的前三个韵母了。你们真是善于观察和发现的孩子。它们都带有由呢和歌组成的韵尾，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后鼻韵母。要读准后鼻韵母，就要先读好这个韵尾。我们一起试一试。嘴巴张开一点，舌头平平地向后缩，舌根抵住口腔上面的软腭，用鼻子哼出声来。同学们也来试一试。我们读好了韵尾，再来挑战读好这几个后鼻韵母。第一个，先做好啊的口型，滑向请同学们听清老师的发音，看清口型。你也来试一试。
昂昂。第二个，先做好的口型，滑向请你读一读。下一个韵母怎么读呢？老师，是不是先做好一的口型，滑向英？真了不起，你掌握了后鼻韵母的发音方法。跟老师一起来读一读。英。老师，我来试试最后一个，先做好 o 的圆圆的口型，然后滑向老师真为你高兴，你的发音也很准确。我们一起都来读一读。现在我们一起把4个后鼻韵母连起来读一读吧。英自己来试一试。英快看，新朋友、老朋友一起出现了。注意前鼻韵母和后鼻韵母发音的区别，请你读一读。同学读得很准确，跟老师来读一读吧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还要认识最后一个整体认读音节，它就藏在这几幅图中。我们看图中画了什么？图中是老鹰、影子和硬币。对了，这就是整体认读音节英。整体认读音节不用拼读，我们一起读。鹰摇身一变，戴上了声调小帽子，你还能读准吗？鹰、影、影、应。应。同学们声调读得非常准确。淘气的音节宝宝变换了顺序，你还能读准它们吗？我们试一试。影、应、应、影。你读得很准确，我们一起再来读一读。影、应、影。我们学习了4个后鼻韵母和1个整体认读音节，你都掌握了吧？几个小动物也来到了拼音王国和我们做游戏，它们都是谁呢？请你拼读音节，读出第1个动物的名字吧。诗安、山、一昂、羊、山羊。这位同学拼读正确，一定要注意前鼻韵母和后鼻韵母的发音。我们一起来拼读：诗安山，一昂羊，山羊。接着看，还有谁呢？摸一蜜蜂蜜蜂。老鹰老鹰。注意，鹰是整体认读音节，
不需要拼读。l-ảo、老鹰、老鹰。接着看，最后是谁呢？是翁、松，是午、鼠、松鼠。这几位同学拼读的都很正确，大家都来拼一拼吧。接下来，我们看看小动物都在做些什么。山羊来到了草地，让我们拼读音节，帮助山羊采些青草吧。七昂，强，不昂，帮，和无昂，黄，吃乌昂，窗，这位同学拼读正确，帮助山羊采到了青草。我们看这3个音节，它们是3拼音节。老师在拼读3拼音节时，要做到声母轻、渐母快、韵母小。是的，这位同学提醒的对，我们都来拼一拼。七昂，强，波昂，帮，和乌昂，黄，吃乌昂，窗。小蜜蜂来采花蜜了。咦，花朵怎么没了颜色？让我们拼读音节，给花儿填上色彩吧。风，风，日扔，和横，灯。拼读正确，我们送给蜜蜂一个色彩斑斓的花园。大家再来拼一拼。风，日扔，和横，灯。看，老鹰要飞越山巅了，让我们帮帮它。它应听，鸡井，波影，饼，轻。同学们拼读得很准确，请大家再来拼一拼。特应听，鸡影，井，波影，饼，七应轻。小松鼠在森林里准备寻找食物，我们帮它找到松果吧。是翁，松，和哄，知欧，中，七翁，穷。拼读正确，小松鼠也要谢谢你呢。我们一起拼一拼。是翁，松，和翁，哄，知翁，中，七翁，穷。在同学们的帮助下，小动物们收获多多，我们也有很大收获呢。不仅认清音节，拼读正确，接下来还要学写音节词。同学们先试着拼一拼吧，跟着老师拼一拼。摸影，明，l-i-ang，亮，明亮。同学们，我们在书写音节词时需要注意什么呢？每个拼音字母要按照笔画顺序写，写紧凑，音节之间要注意间距。谢谢这位同学的提醒，请同学们伸出手指，我们一起先来疏空。每个拼音字母的站格要准确，音节里字母之间要写得紧凑一些，音节与音节之间保持间距。
最后不要忘了写上声调。请同学们拿出铅笔，描一遍，写一遍。我们看看这位同学的书写，字母书写正确，但是2个音节间应该空出一个字母的地方。同学们也对照着看看自己的书写，有问题的改一改。看，这回写的好多了，每个音节间字母写紧凑，音节之间留间距。同学们，你们做到了吗？这节课我们认识了4个后鼻韵母和1个整体认读音节。课后，请同学们找一找生活中的 ang、ing、ong。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，同学们再见。